就慢慢的会觉得你一颗坚硬的心会变柔软，变成你从别人身上得到的那种温暖。当你自己身体里也灌满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也会散发出来。我当时是觉得啊，我跟你认识吗？为什么跟我说你好？反正就是台湾人很客气的那些小事，很小的地方，但是会让你觉得整个心情会变得很好，就是很温暖。对。然后我骑过去的时候，他是这样跟我鞠个躬啊，他说不好意思。我刚从上海回到台湾的时候，坐台湾的捷运，其实我也被骂过。后面很远，大概有3个转弯处，我听到一个叫声，狗聊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主菜的奶爸狗狗，来自上海。这是狗聊天吧系列的第4期内容。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内容呢，可以跟我联系，我们狗聊一下天。我的联系方式就在我的频道主页内。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出生地的故乡，以及不会随时间变迁的记忆中的理想中的故乡。今天聊天的朋友嬷嬷是一位在台湾生活了9年的上海姑娘。我跟她说，我来台湾快生活了4年，因为台湾一些非常温暖的小事，让我感觉到台湾仿佛变成我的理想中的故乡。但是如果我现在回上海生活，回到我真正的故乡，又会觉得跟我记忆中理想中的故乡有一些落差。或许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故乡还停留在我少年时期那个生活节奏还没有那么快，人和人都住在弄堂里，没有那么疏远的上海。那我们就来听听他来台湾生活后偶尔回到上海有什么感受吧。这位是同样来自上海的嬷嬷。嬷嬷你好。你好，大家好。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同样也是来自上海的台湾的陆配，然后呢他就回到上海，他就跟我说觉得差距很大，就是回去之后有一些地方不习惯。一个是他说到浦东机场之后，那边那个出租车的司机拒载，要去的地方比较近，然后司机就说不接，然后另外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司机肯接他回去的，到了小区门口就把他放下来，说那个超出他什么他们规定的公里数了，就反正找借口不带他进去，就怕麻烦。他觉得很不人性化，大晚上自己拖着行李要回去，很不方便，觉得这一点很不好。不过话说回来，我上个礼拜台风的时候也碰到一个司机拒载，我在来源上叫车叫好了之后，发消息给他，他也不回，然后打电话也打不通，不接，然后就一直不来接我。我也是有碰到这样的情况，那他上海碰到这样的情况可能概率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这里要说台湾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那除了这一点以外呢，他跟我说去上海的一些市中心，像陆家嘴什么的地方，以前可能人流会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都会有，像外国人然后外地的人到上海来玩的游客哪怕不是在消费，但是人流至少很多。但他现在去到陆家嘴这些地方市中心呢，他觉得只有外地过来的比较精英的、比较高端的一些人群，还有外国人，少数的外国人，其他基本上就很少看到其他人。我不知道你之前回上海，因为你是暑假的时候回上海7、8月份，对，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感觉吗？其实我这次回去就是没有太多感受，但是在前几年，我来台湾现在有9年，然后在刚来台湾第3年还是第4年的时候，在台湾待的比较久了以后回上海，有一次是在机场，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感受，就是因为台湾可能是不管是室内用餐还是去哪里，那个排队的秩序是井然有序的，然后大家都比较不会那么急躁，不会那么急，然后就是安安静静的排队这样子。那有一次我是要入海关的时候，我那个航班上应该是台湾过去的，大家都是比较安静的，话比较少的。但是可能有其他航班是从什么东南亚旅行回来的，要回到上海的一些阿姨叔叔们。那你入关的时候，我在排在第一个的时候，我在等待前面的那个工作人员在分配你要排到哪一组里面。后面很远，大概有3个转弯处，我听到一个叫声，那个上海阿姨就跟我说前面的走呀，非常非常大声的，她用上海话说的。然后其实给我的感受很不好，因为我是在等工作人员，并不是我开小差或者怎样。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也会自觉的去看到哪边人少往哪边走。可是，在台湾，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被安排、被秩序的，按这个然后规则来，按这个规则来了以后，你就会觉得突然被人家大声的吼叫，这件事情也是很难以接受的，因为在这边是大家都是很和气、很和蔼的说话，是非常友善的。但是回到上海被这样一个很不礼貌又不认识的人这样大声叫一下，就觉得还蛮受不了。这件事情我到现在那么多年我都记得，是很不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对，那些当然不是全部人这样，只是说。真的遇到这个，大家会很生气，而且更何况他们是从国门外回来的，可想而知他把他带出去会怎样。反正你有在帮我抓流量吗？真的吗？对，这个分享很有意思。其实还是蛮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以前有说过，上海老阿姨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称谓有一点贬义。其实我说这件事情也不是说一棍子打死所有的阿姨，对的，难免对。会遇到这种情况，对，可能大陆概率高一点点。对，因为这其实也是一个历史原因嘛。那一代就是教育没有普遍的非常很好的接受到教育，对，也是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这样。还有，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节奏的关系，因为上海可能人口密度大，然后资源比较紧，然后做什么事情大家都好急啊，比如说赶地铁，就上班坐地铁这件事情也是。我刚从上海回到台湾的时候，坐台湾的捷运，其实我也被骂过，因为你的节奏在那边，你习惯了，门一开要冲进去，不然你会没有座位，或者说没有空间，或者后面的人会挤你这样子。我没有刹车刹住，然后被一个准备下车的阿嬷说。还蛮凶的。你至少要等人家下车吧。我突然想到，不好意思，我现在不需要节奏这么快，我现在真的不需要节奏这么快，所以我才慢慢的缓下来。可是你在台湾待很久很久以后，你回到上海，你如果不快，你根本就会被踩死，你就上不了地铁。或者说你不快，你是被人推上去的，所以。这是一个节奏的调节，像我们这样飞越两岸的人来说，真的要自己调节好。你一定要深刻的知道，我现在在上海，我必须要快；我在台湾，我可以慢慢的来。对，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习惯，需要再去重新适应的一个过程，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适应。对。那我现在就比较好很多，就是到了上海。就是那里的方式，到了这边就是这样的方式。适应能力很强。对，虽然因为我比较久啊，9年啊，但是我两岸用语比较还是会混淆，有时候那个混淆，有时脑都转不过来。对，是的。对，我有几个小事跟你分享，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家牛肉面，其实就是我去买牛肉面这样一个过程，很小的事情啊。我是先打电话预定，然后说外带的，到了那边他帮我全部打包好，然后另外给我一份汤，然后他非常客气，就这样说谢谢光临。这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心里就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就还没吃这份面就觉得对这家店已经很有好感了。然后还有一次呢是，我骑脚踏车会带他们2个来去学校嘛，然后经过一家那个汽车修理的店，他们汽车修理有时候会把车停在那个人行道上一下，然后他那个时候汽车库里面有一辆车要倒出来，然后看到我脚踏车要过去，其实还离蛮远的，他来得及倒出来，但是他就在那里叫那个车停下来，他说先不要倒。然后我骑过去的时候，他是这样跟我鞠个躬啊，他说不好意思，我就觉得不需要这么客气嘛，我就骑过去就好，你叫那个车停下来让我过去就已经很好，他还跟我说不好意思，这种小事啊。还有一次是我去学校接我儿子放学。然后那个我停脚踏车的地方跟那个到学校有一点点小路程，然后那天下雨，我是要穿雨衣的，然后那个雨衣脱下来放在脚踏车上，我没有伞，那要冒雨走过去，然后有一个家长就看到了，他就自己绕出来，从学校绕出来帮我撑伞撑过来，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了，这样一些小事，就是台湾人很客气的那些小事，很小的地方，但是会让你觉得整个心情会变得很好，就是很温暖。对，好像一束光，一点点光。对，就是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太客气了，没有必要这么客气。可是这种客气是会传染的，你对。我现在也变成很喜欢说不好意思，谢谢，有时候谢谢不该说谢谢，所以也说谢谢。可是我觉得那没什么。对，会有一种让爱传递下去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互相之间。我觉得我有转变的一个地方就是，
因为可能在上海这种大都市里面，一个人你要去工作，要养活自己，节奏真的太快了，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断了，被他打断了哈。哎，睡觉。对，你说你来台湾爬山，一个人去爬山。对，我一个人去爬山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是放空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然后后来在山上，我上坡的时候，会有很多已经在下坡的山友，他们真的会跟你说你好然后反正就是看到我都会跟我说你好，加油，叫你加油，对，叫我加油。我心想说我认识你吗？我当时是这样想，因为。生活节奏的问题嘛，而且在上海，可能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本来就不会很多，因为大家各忙各的。对。可是，在山上，在这边就觉得很神奇。我当时是觉得我跟你认识吗？为什么跟我说你好？然后我有问身边认识的台湾朋友，就慢慢的会觉得你一颗坚硬的心会变柔软，变成你从别人身上得到的那种温暖。当你自己身体里也灌满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也会散发出来。我也会在路上上山的时候，我也会开始会跟人家说你好，或者怎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好的。对，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但是哪怕是自己觉得蛮开心的事情，但并不一定会微笑，对吧？然后别人跟你一打招呼，你一定会微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感受，我觉得。话说回来，就是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人数的关系导致的，就是如果同样的情况，你在上海，你去爬一个蛇山，然后因为很多人，上海真的很多人，对，就不停的会打，你会觉得很烦，打招呼。反正就大家好就对了。对，这是一个少数人的人数决定的，但是确实这一点的感受是很好的，对。但是相反的，就是觉得你在上海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可是你在台湾待久了以后，你身上被这边当地影响的那些温情，比如说谢谢，比如说不好意思，当你回到上海的时候，你再去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回馈回来的能量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好的是。但是在以前我们可能会比较吝啬于说谢谢，或者吝啬于说你好，或者吝啬于说不好意思，就是那个能量就没有那么好。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餐厅吃饭。就是我在台湾生活久了以后，就觉得好像随便走进来一个顾客都会说上海话，都感觉跟上海没有区别，就好像我就生活在上海一样。但是这个感受，如果我现在再回到上海，就又会有一个落差，就很难去讲清楚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是已经像一个我理想中的，虽然这里是他乡，但是我理想中好像这里已经变成我的故乡上海了。但反而我回到我真正的故乡，就会觉得好像跟这里是有落差的，就不像这里这种情况，人跟人好像没有那种氛围，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这个感觉比较悬，还蛮梦幻的。我觉得应该，其实前几年的时候我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你这样说，我好像曾经也有过。我最近好像会觉得大家都在讲上海话真的，就感觉走进来的人好像是，有一种故乡感，但是你真正回到故乡，又会觉得好像跟你想象中不一样。可能故乡变化太大了。对的，会有这种感觉在。这是蛮神奇的一个感觉。所以总体来说，就是确实台湾一些小的方面，让人感觉蛮温馨的。我觉得很温馨，对。然后让比较焦虑焦急的人可能就会可以调整好。虽然像有一些上海会发生不好的情况，其实台湾也会有。就比如说我刚刚要来台湾的时候，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手机掉了，在上海掉了，就肯定就没找回来嘛。然后我当时第一次来台湾，我说这个情况如果在台湾发生，很大概率就可以找回来手机，一般台湾就会拾金不昧比较多一点。但是没想到我们最近那个我有加入一个社团里就有一个人分享自己的事情，就是他手机掉了，然后他手机是放在一个包里的，包里还有证件还有钱现金什么的，结果他的证件被送回他家门口，然后手机没有送回来，然后手机他去报警的时候，那个定位是在一个社区里，就找不到了。就是台湾其实还是会有这样比较不尽人意的一些小概率事件存在，这样就跟上海一样，也会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样概率要比上海相对来说小一点，应该是吧？大多数人还是非常善良，对，以善就是不管是讲出来的话还是行为，他们都是以善为目的。对，就像你说的那个排队大家井然有序，但我在台湾同样也碰到过插队的人，也是有。
但是确实很少很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大家都排着队，也不会就像那个出地铁站、捷运站那个闸机刷卡机的时候，在上海可能就会看哪边人少，一下子这样穿插过去，这样 S 型走位穿插过去。但这边好像绝对不会，就是你走这条路就不会有人突然插到你前面。对，而且就是如果你打扰到别人或者挡到别人了，还会说不好意思。对，就是当你客气的时候，别人回馈给你的也是客气。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从我们自身来调整。对，这样可以影响更多人。我突然变台湾腔了。真的吗？就是我去超市买东西啊，我带着他，然后他有时候会在那个走道里乱走，两边货架里两边乱走，然后其实明明是我们挡到别人了，然后别人会给我们让出路，说不好意思，就这样的情况，其实弄得我也有一些尴尬，就我觉得这边就是看到有小孩的或者是有老人的，他们会特别礼貌。对，这个对，是的，在这里生活就是对于小孩跟老人来说，确实是一个福利非常好的地方。你也说想尝试来拍一些影片。分享自己的生活，对不对？有一些就是自己生活上的观点总结一下。我很期待你下一次分享，就是对于小孩成长的上面，小孩读书上面的经历的一些事情。因为你的小孩现在比我的小孩要大嘛，在带小孩方面是前辈。然后如果你分享出来，我也有很多方面可以预先参考起来，这样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我努力一下。好了，其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就这些内容，然后对，我们就下次期待默默的作品，就大家拜拜，下次再见。或许是台湾潮湿温暖的气候与上海四季分明的气候有差别，或许是台湾较慢的生活节奏与上海快节奏的生活有差别，又或许是台湾人与人之间比较友善、比较热情的相处方式与上海比较疏远、比较冷漠的方式有差别。也可能近几年我都在台湾生活，总之适应了台湾之后，再回到上海，真的会觉得有一点落差。但如果是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话，再回到台湾也会有一定的适应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种感受。感谢嬷嬷这一期真诚的聊天，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嬷嬷在台的有趣生活。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大家再会。